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success. Can you feel it? Some success. Can you feel it? Some succes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黄澜老师好，飞哥好，陈明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夏增文，来自山东青岛，今年33岁，我又回来了。比上一回更帅了一点哎，选你的心动女生。这对了是吧？别人第一次来都不会错，你来2回还错，稍微有点紧张。来，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和对方每年都用固定的动作合影。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呢？我感觉如果每年就是用一样的动作，以后的话就是拿出来看看嘛，是个回忆，我感觉很美好。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来，你们有这个习惯没有？女生当中，朱瑞。我是每年大年初一那天都会跟我妈妈一块拍一张照片，然后以固定的姿势还有固定的模板，就是我今年一定要嫁出去。妈妈，请相信我，连续发了5年了已经，然后也没有嫁出去。第6年，你妈说我不再相信你了。因为我今年还会让我妈妈跟我一起拍。还有人有这个习惯吗？2号。就是我们家是属于每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拍一张全家福，然后很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外公外婆，然后我的妈妈还有我的舅舅们，再加上我和我表弟，再到后来等到我的小表弟小表妹们慢慢出生，你就会看到每一年的合影的话，家庭成员都是有在增加，就感觉很幸福。来，你的第2个问题是？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让我去买绿叶蔬菜。为什么不愿意买绿叶蔬菜呢？因为我有点那绿黄，就是色弱，分不清绿黄。所以有的时候绿没绿你是分不出来的，对吧？分不清新鲜程度。1号。大家好，我是1号女生艾心怡，我来自上海。你好，我想问一下，红叶蔬菜可以吗？白萝卜可以吗？这些都可以。那你能看出来我们1号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外套吗？都这么说了，应该是绿的吧？是推理出来的。24号。你好，男嘉宾，我是24号女生张瑶，来自山东青岛。你好。因为我看你的问题是你不希望对方让你去买绿叶蔬菜，那我想问一下，你愿意陪你未来女朋友一起去买吗？买什么都行，肯定愿意啊。青岛的，青岛你住哪儿？青岛市北区。你住哪儿？崂山区。还可以。听着不远吧？不远，不远、都是青岛的，都不远。哎，好嘞。来看第1条片子。如果让你上一次飞城，你的预估会是什么样子？我的预估是24盏灯全灭，光速下场，但现实却是……宝儿，我好爱你哦！看男嘉宾真的蛮喜欢他的。这个男孩受欢迎程度之高是近期来罕见的。我真不知道我到底是凭什么，忙着上台，忙着下台，全场都是忙，真不是我预想的完美过程。其实自从知道我要上节目了，我连忙看完1整年52期节目，光开场白就改了几十版。孟非老师好，黄澜老师好，陈明老师好。不行，时间太长了。主持人好，2位老师好。不行，太没精神了吧？谁会在意这些啊？我在意，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以前和我青岛的朋友聚会的时候，不是聊家庭就聊孩子，要不就催我找对象。但节目播出的时候，我真的是好好当了一把 C 位。有人包间唱歌，有人包间看电影，我兄弟直接整了个带电视的大包间看《非诚勿扰》。飞哥说
邀请第2个男嘉宾的时候，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他们就开始起哄，疯狂问问题。我就像《非诚勿扰》的野生发言人一样。哎，这我去了几号啊？你快自己看吧。你现在台上什么感觉啊？全程太紧张了，我都懵了。哎，你小子怎么非要坚持心动呢？我真觉得应该从一而终。节目播完，还在聚会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很多邮件。我这么普通，还能得到这么多关注，江苏卫视的影响力真的太大了。除了真实的交友帖，我还收到各种奇怪的邮件。我是西南大学的一名男生。男生？啊，姐姐还没有男朋友，弄半天把姐姐介绍给我。还有女生问我青岛哪里好玩，鲅鱼水饺真的那么好吃吗？难道你和我在一起就为了吃鲅鱼水饺？后来我也相亲过几回，不管台上还是生活中，我都格外看重细节。我会看到女生吃到第一口的反应，如果表情不 OK， 我会直接问是不是不合胃口，要不要点别的。可惜还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所以还得靠再上一次非诚勿扰。假如当初我在人生的某个分岔口做出了另外的选择，我的生活会不会完全不同？那么我再上一次非诚勿扰，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这是什么情况？哇！哇！厉害厉害厉害！我觉得这个男生这种爆灯体质没办法。对他很平静，我很熟悉这个音乐，很熟。今天来还没轮着说几句话呢，这24号爆灯了。来，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为什么爆灯啊？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今天来还没轮着说几句话呢，这24号爆灯了。来，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为什么爆灯啊？因为其实我爆灯的话，我也有所顾忌，因为我看到男嘉宾上一次没有选他的爆灯女生，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爆灯，但是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想，就算他不选爆灯女生，我也要为他爆灯。我真的还挺喜欢你的，我真的还挺喜欢你的。哇！我们来捋一下啊，我们来捋一下。你上一次没成功的时候，你选的心动是2号，对，高静的好姐妹啊，对，就是一直安慰高静。 2号，2号，他竟然会选2号，然后最后突然发现他是心动，高静哭得更厉害了，高静都快眼泪是在往外飙的那种哭法，对。哎，高静你还记得吗？记得，就是你为什么不喜欢上高静啊？高静1号女嘉宾，就是条件真的很好，而且我回家嘛，然后我妈都说多活泼多好，都叔叔什么都喜欢，但是确实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但是人家高静知道你来了，还给你拍了条片子，我们来看一下。Hello， 飞哥好，陈明老师好，黄澜老师好，真的是好久不见啊，非常想念大家。你们有没有想念我这个小太阳呢？其实夏登文刚出场的时候，我就眼前一亮，非常的喜欢。但是现场的竞争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很多女嘉宾都想爆灯，那最后没有选择我呢，我心里边也是非常的酸到牙都掉了。那你这次返场呢，希望能够牵手成功，加油！我想和高静说一下，有空来青岛，带着男朋友一起。还强调一下带着男朋友，很有分寸感。10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看那个 VCR， 您说您之前是坚持选心动女生，然后是因为你想从一而终。那你回去之后，包括你家人朋友跟你的一些沟通，这一次你是否还是会选择从一而终呢？我感觉我会。谢谢。23号。大家好，我是23号女生，我叫李欣。然后我是刚刚看 VCR， 就是男生就是跟女生出去约会，然后就是看女生就是表情，然后觉得有什么直接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谈恋爱过程中，就是你的性格就是遇见什么问题就会跟女生直接交流沟通吗？
我是做的比较多，但是说不是太会表达。就比如说，我之前和女朋友嘛逛街，可能是从她眼神中哈，可能是看出来她就是说喜欢一个手链什么东西吧。如果是说匆忙走的话，可能第2天就会送给她，给她买好了送给她。啊，是这种。说的少，做的多，又会仔细观察对方的反应，细腻观察，体贴，扭头就可以买。哇，这个确实。看下一个。看男嘉宾真的蛮喜欢他的。宝儿，我好爱你哦。我也想爆灯。虽然上次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就像做梦一样，很不真实。我总觉得那就是个意外。这次为了做足准备，下了台我就去搜索女生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有运动天赋，这些我也会。上次忘记展示了，运动方面我非常在行，羽毛球、跆拳、篮球、潜水、游泳，每一项我都还算拿得出手。长得帅这一块我就不大行了，但我可以从穿着方面努力。以前我穿衣的风格是没有风格，看起来干净就好。现在我更加注意搭配，全身上下颜色不会超过3个，要不上深下浅，要不上浅下深。说话声音好听，我讲话音色可能还行，但是上次在台上讲了非常多的青岛话，青岛小门哈啤酒吃嘎啦，非常多女嘉宾都听不懂吧？这次我上台要全程普通话，甜言蜜语说情话确实是我的软肋。最近谣言说我喜欢你，我想澄清一下，那不是谣言啊！我真受不了了。我觉得做比说更重要。我觉得我是个实干派。虽然上次没有收获爱情，但我收到了事业的开挂。以前我汇报发言，声音小没底气，感觉像自言自语。上了节目，我仿佛找到了感觉。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早上好。以前在公司碰到领导，最多也就打个招呼，现在领导都和我打招呼了。我的客户中有非常多的非诚铁粉，本来群里的风格是聊股票，节目播出后画风就变了，各种说在非诚看到了我，还有阿姨说贾冷文真挑3拣4，人家姑娘多好呀。但也有大妈替我说话，从一而终也挺好的。同样的，我签单效率也更高了。下了台，其实我有反思，在台上真的太不主动了。现在爱情一定要主动出击，我很期待每年和他尝试新的东西。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莫斯科，去跳伞、看极光。希望这次我能带着我的改变，成功脱单。非诚勿扰回去之后，发现人生变成了8个字：自带话题，自带光环。刚才男生说他从非诚回去之后，人生发生了很多变化。你们有没有人生碰到过哪些类似的转变？张文超。大家好，我是新上场的6号女生张文超，来自南京，今年28岁，医学博士，现在是一名3甲医院的生殖学科医生。我觉得我去年最大的转变是我从一个学生毕业，然后在南京拿到理想的 offer， 然后成为一名医生，进入工作的状态。我之前一直在读书，然后还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希望能在非诚的舞台上找到像陈明老师这样又幽默风趣又写实，而且还很怕老婆的理想对象。谢谢。非诚男嘉宾每一个都比我优秀，真的。你看这客气的就有点不诚实了。你刚才说的你找男朋友的几个指标，我听到最后那一点，而且还怕老婆。对。这一点和前面那几条比起来的重要性是最重要。我就明白了。而且我觉得那个怕不仅仅是怕，怕的背后是爱老婆。是一种非常极其复杂的人类情感。16号。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16号女生陈思硕，然后是一名空乘，目前是30岁。男嘉宾在 VCR 里面都在谈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你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呢？要思考这么久吗？不是，给我有点突然问的有点懵。你准备了这么久，这么一个问题就把你弄懵了。
我喜欢温柔点儿，温柔一点，而且俏皮点儿，古灵精怪儿那种，主要是要喜欢我。要喜欢你。24号，你是这一类的吗？嗯，是的。哎，他全。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挑几个女生来问的？你已经来过了，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了。我想问一下24号女嘉宾，这么明显吗？好，你问24号。大面积灭灯即将开始。刚才确实是就是走的时候忘记，不是忘记了，就是没照顾好24号女嘉宾。没关系，以后可以好好照顾。他是温柔的，古灵精怪的，也喜欢你的。一号，哎，男嘉宾你好，你是做金融的是吗？啊，对。啊，我是做律师的，我觉得我们俩特别般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做金融的男生呢也比较能挣钱，我也比较能挣钱，又更般配了，是不是？第三点，我比较喜欢那种有点憨憨的可爱的男孩子。虽然我没有深入了解，但我觉得在你眼里是这样的。OK。啊，可以，我觉得挺厉害的。他跟24号的沟通，你觉得我是可以有实力参加竞争一下的，对不对？行，对。哦，我跟你说一个细节，在他出来选心动的时候，他摁的第一个是1号。然后摁完了说：“哦，对不起，我按错了。”他又改了，我没有说错吧？没有。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我们做朋友也很开心。我们也可以做朋友。哦，是这样想的。最后一个问题，1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你对这次参加节目有什么心理预期吗？这次我一定要牵手。哎，这话说的我一定，凭什么一定啊？现在7盏灯。哇！来，上去灭掉5盏灯回来。哇，又是1和2。哇！一头一尾都留下来了，有请1号、24号。来看他心动女生是哪一位？24。所以我跟你说，你们问他，这次是不一样。我今天一定要牵手，你吹你吧，你就看到人家给点留灯了，爆灯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1号哦，那个1号是险些成为心动的人。这1号是擦肩而过的心动，而且也是非常直白的表白，非常理性。但是你们回忆一下他说的几点：温柔的、俏皮的。而你现在面前，很显然24号就是温柔的，1号是鬼灵精怪的。所以你要真正的叩问自己的内心，就是你到底会偏向于哪边多一点？
来智推。夏增文的智推女生是，舞台上会多了一个变数啊。夏增文的智推女生是朱瑞，17号。男生遇事平和淡定，温暖有爱，谦逊有礼，不喜欢冲突，感情里会在意和对方的互动感，喜欢彼此坦诚。女生的性格开朗健谈，有主见但不强势，热爱生活，热爱美食，感情里面比较传统，会按部就班的谈恋爱，不喜欢冲突。两个人核心价值观非常相似，都崇尚与人为善，感情里面都乐于付出，不计较，在一起会是平和相处中透着甜蜜和幸福的一对，供两位参考。看3个女生基本资料：张瑶1，对另一半的要求；2，了解我的奇奇怪怪；3，现阶段对感情的看法。你选一个。1，有孝心，有爱心，有恒心，有上进心，不妈宝，不抽烟，不纹身，不逛夜店。3，爱我也爱我的猫。朱瑞1，我的小可爱，城市一键切换。3，航旅纵横热力图。看个短片。别人的宠物呢可能是小猫或者小狗，我的宠物呢是6只小螃蟹、1只小仓鼠，还有1只小乌龟。我的这6只小螃蟹啊，已经1岁多了，每天呢就是给它们喷淡水，配海水。有的时候从椰土里发现它们蜕下的壳，就会觉得无比的激动。这只小仓鼠是不是肉肉的，很可爱呀？它总是给自己洗澡，特别爱干净的一只小仓鼠。它是我很小的时候买的一个小乌龟，现在已经20多岁了。你看它是不是非常的灵活？你愿意陪我一起照顾这些小可爱吗？爱心仪，汉服控，付出回报，热爱文字。超级喜欢汉服，家里收藏了10多套，会穿着汉服做讲座。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我站在你旁边，一起合照，你会摆出什么 pose 姿势？来，1号开始。各种吧，前面、后面、上面、下面都可以。朱瑞。我觉得我们俩合照的话，你可能要坐着，然后我可能会从后面去扶着你的肩，然后一直这样拍。他坐着和你站着区别不是太大。所以就是我们是一样高的。24号。我的话可能就是挽着男友的胳膊这样，就比较简单，但是我感觉比较温馨。其实我关注24号女嘉宾很久了，之前的节目。然后就是他的，就是刚才说的条件，其实我也没有纹身，我也不抽烟。太棒了！爆灯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来24号。你好，男嘉宾，因为我听你的发言，你说你特别相信，第一眼的感觉，因为你其实也说不清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是你就是很认定这个感觉。其实我也是这种人，我也是非常相信第一眼的感觉，也非常相信一见钟情。所以当你出现在台上的时候，我才毫不犹豫的爆灯。当然，看到你的心动女生也是我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最终选择权交给你，谢谢。厉害。来吧，最后时候到了，你要选中间的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你的决定是。站在你身后，把你拉在胸口，你头让你抚平的脸颊来碰我，我让你抱着你的手，心的一秒钟。我叫夏增文，来自山东青岛。不好意思。好，谢谢。我又回来了。爆灯了吗？就算他不选爆灯女生，我也要为他爆灯。我真的还挺喜欢你的。哇！
就是没照顾好24号女嘉宾。没关系，以后可以好好照顾。其实我关注24号女嘉宾很久了。来看他心动女生是哪一位？这次我一定要牵手。手在你左右，为你等着风，正好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放你独家宇宙。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黄澜老师好，陈明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张辉，今年23岁，来自河南焦作。今天呢，我又回来了。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能够接受我在洗澡的时候看综艺。我有好奇，这个不会怕水吗？这个是你用什么载体呢？太老土了，告诉他怎么看。就是它是有一个洗澡的神器，是一个就是可以放手机的。来，你看，然后可以180度旋转，然后它那个屏幕呢就是防雾化，然后你把手机放里头以后，在外面点着就可以。我现在就大家都有这个习惯，但是我真的太老土，这我第一次见到。因为你在里边洗澡看综艺是不太可能的，你看不了一会儿，你媳妇儿会在外边吼。贾倩。啊，男嘉宾你好，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挺像的，我也洗澡的时候喜欢看点东西，我一般都会看《非诚勿扰》，你呢？我也是，哇，太巧了，太巧了。你知道贾倩为什么这会儿举手吗？因为她是河南的，平顶山的，你是焦作的，老乡好，离这不远是吧？对对对。他在平顶山名气比你大，是吧？半个平顶山的未婚男青年都认识他。啊，他相亲的次数3位数以上。我respect。这个河南的老乡在你这儿是加分的吗？对，加分。在你这儿是加分的吗？加分。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在与对方吵架的时候放狠话。你以前放过狠话，还是以前前女友放过狠话？是我之前有跟朋友放过狠话，因为之前呢，我就是想开一个店，当时呢，我就有一个好朋友，我想拉着他一块儿去干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我经常的去跑前跑后，但是他就什么都不干。然后我就说，我找你还不如找个外人呢。然后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内心也挺后悔说这句话的吧。那你今天在台上说了，他要是看到的话，也许他会觉得收到了你的歉意。对，可能吧，他也有可能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11号。男嘉宾您好，我不太理解，就是放狠话和口是心非的，在你心目中的区别是什么？就比如说，我觉得女生多多少少都是比较喜欢在谈恋爱的时候口是心非的，然后去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个方面在你这里面理解，算是放狠话的一种吗？也算是一种，不过呢，就是看这个时间的长短了。如果是一直就是说一些口是心非的话，就我也接受不了，有时候。你们有没有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看法的女生？朱瑞。
我是吵架的时候不是放狠话，我很喜欢翻旧账。我不知道在你这边，他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但是我后面会很后悔，就是不会不自觉的。你举个例子，你翻过哪些旧账？就比如说，可能这次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会想到，哎，上一次你怎么样了，就是想要把以前的事都翻出来，然后每一次都翻出来说。记忆力就是这么好，对不对？对。然后口是心非的话，就比如说我可能给你发信息说，啊你在干嘛？然后你说我在忙，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忙吧。其实我想的是，那你应该问我啊，你有什么事吗？怎么了？不是说好的。好的，看第一条片子。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的，看第一条片子。Hello， 还记得我吗？我是张辉。哎，别误会，我没有牵手，我只是走的比较体面。我在台上的就是好像被几个大姐姐教育了一样，下台之后就感觉自己心口不一。但是你不要胜负，万一女方一定要有个胜负呢？那我输了。都拌嘴了，那就凭实力说话。旋转木马能玩吗？可以呀，这个可以。就稍微快一点的旋转木马。那算了吧。如果真的那么勉强，那你看着我玩不就好了？这一次我不会再说心口不一的客套话了。上次来光回答他们的问题了。现在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们。播出当天，大概有近100人加了我 QQ， 我以为爱情可能就要来了吧。这一时间让我说印象特别深的，有一个女生一上来连招呼都没打，直接视频，这也太快了，就不能先好好聊聊吗？还有一个男生加了我，吓了我一跳，之后发消息给我，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任何的联系方式。之后我问他，你姐觉得我怎么样？就再也没有后续了。哎，是不是张辉？哎，我在电视上见过你。是吗？啊，对，来加个微信，加个微信。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为什么他们都是3分钟热度呀？在平常生活中，他们都叫我张辉啊、辉哥啊。上完节目之后，他们统一都叫我男嘉宾。哎，男嘉宾来，快，坐这儿来。男嘉宾，你怎么在台上和生活中的状态不一样啊？我的7大姑8大姨给我发消息，看你平时不是挺活泼的吗？下了台后我就在想，不知道老师们和女嘉宾们台上和台下有没有反差呢？假如当初我在人生的某个分岔口做出了另一个选择，我现在的生活会不会完全不同？那么如果我再上一次非诚勿扰，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14号。男嘉宾你好，我看 VCR 里面你说这次来就是不想让女生问问题，你来回答了。这次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在场的女生，你问呢？我说，这一上台有点紧张，就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就你们台上和台下就有差别吗？因为我上一次我来参加的时候，我一上台，我真的我感觉，哇，好大的阵势，我好害怕呀，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当时就没怎么好好回答，然后挺后悔。然后这一次呢，就想了解一下，互相了解一下嘛。好的，帮你问一下台上台下女生的区别。来，14号问的。我是属于台上看起来比较活泼，就是开朗类型的，但我自己在生活中呢是一个十足的宅女。那你一般都干什么呀？在家里？在家打游戏呀，然后录歌。虽然我唱歌不是很好听，但是我有一套那个就是声卡设备什么的，自己在录歌，自己玩，自己听，很开心。可以唱一下。哎，他很会聊天。我不太会唱哦。来唱2句，我们听听。踏遍三江六岸，街道光作船帆，人路水尽透了短衫，
大到比你刺眼。口是心非，说自己不好听，真的好棒。你也口是心非，你说你不会聊天儿，你挺会的呀。你是几月份上飞城的？我是9月份。9月份离开这个节目之后，回去之后收到了很多信息。对，大约有多少？就是有很多人直接加我 QQ， 然后有的人就比较直接，就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哇，多吓人呀！还是视频电话，真的就，对啊，终身难忘。男的女的？女的。哦。那你接了吗？没接，不敢接。也可能不方便，他可能正在看综艺。你打扰我看《非诚勿扰》了，不能强调。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我前女友，就是平常都没有聊过天，突然之间就给我发了一张截图，然后就是我上节目的截图。他当时问我，这是你吗？我说对啊，这是我。然后我还挺开心的啊。你开心什么？怎么突然在意我了？我的天哪！前女友一个信息。然后我要不换个话题吧。我来问一下，7号灭灯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就是前女友很在意他，他对于这件事情好像还蛮得意的。我比较好奇，我就对一些事物比较好奇。15号。主持人好，男嘉宾好，我叫吴佳可，我是15号女生，我来自澳门。我想问一下，你是还留着你前女友的微信吗？就是一直没有删。是，但是也没有怎么联系啊。2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的女朋友很介意这件事情，就说哎不行，你一定要把你前女友删掉，会删吗？那就删了呗，这有啥？这叫啥事儿？来，看下一条。哎，有没有觉得看视频打开弹幕，就像一群人在陪自己看一样？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但是轮到我自己时，就想看又不敢看。23岁咋就出来相亲了呀？相亲和年龄有什么关系？我就觉得相爱要趁早。来飞城一下子能见24个，这效率多高呀！坐在一起吃饭，然后你正吃呢，吃饱了，突然打了一个长嗝。这太作了吧！可恶，谁说他们跟我在一起没有打嗝自由的？下节目后，我努力克服，将30天改到30分钟。我就不信30分钟内你能给我打个嗝。不做任何事情，可不可以交谈2个小时以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特意找朋友来试试，我们聊生活，聊游戏，再聊工作，怎么都还差1个小时。于是我就在网上疯狂搜索，把陈明老师的语言是灵魂的载体，有趣是男人的顶配，深深地印刻在心里。高冷帅气那是过去，现在的我职业上有很大的转变，因为上学从河南来到了广西，接触到了广西的粉文化，桂林的米粉，南宁的老友粉，梧州的炒河粉，而我爱上了柳州螺蛳粉。回家以后也特别想念那个味道，就想把南方的螺蛳粉带回北方。别人都认为酸笋是螺蛳粉的灵魂，在我看来汤才是。如果说螺蛳粉的味道是食材深入骨髓的化学反应，那么汤汁就是最活泼的化学分子，由猪筒骨、螺丝肉等10几种香料熬制几个小时而成，再加上它的黄金搭档腊肠和油果，这样的一碗螺蛳粉，你不心动吗？从前小张老师只用好好上课，没有烦恼，现在筹备开店，所有事情自己都亲力亲为，一下子心里就装了很多的事情，压力也变得不小。所以未来就想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店，争取能多开几家，有属于自己的品牌。
10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平常吃的螺蛳粉，你觉得哪一个东西是你必不可少的？哎，好问题。我每次去吃螺蛳粉，就老板多加酸笋，还有那个花生。那个配菜的话，就我每次都点那个煎蛋和那个腊肠。我也喜欢煎蛋。巧了吧？11号。男嘉宾你好，我刚才听到你片中所说到的螺蛳粉嘛，然后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吃螺蛳粉，正常1个星期点外卖要吃1半的时间以上。哦。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怎么样去煮这个我们从网上买回来的这种螺蛳粉的成品，什么步骤做出来会更好吃呢？让我回去就尝试着做一下试试看。就是那个粉质。如果你就直接用热水煮的话，会比较黏糊，你也知道吧？就是一定要过一下凉水，让那个粉质更加的 Q 弹。哦。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螺蛳粉它这个味道可能不是太辣的话，网上有卖那个泡椒水，就泡椒那个醋，然后加一点，特别好吃。哎，各种各样的粉的世界里边，刚才说了有好几种，什么老友粉、桂林米粉，还有什么酸粉，还有什么啥？还有什么粉没有？青州的猪脚粉。哦，对，这个我听说过。梧州的牛腩粉。泉州红油米粉。哎，它可以。长沙粉也多，嗦粉啊。我的天哪，粉得罪谁了吗？刚才打哪儿开始快速灭灯的？就是11号聊了一下那个粉的事儿吧？是。来，我们问一下贾倩灭灯的原因。其实我灭灯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就是河南嘛，离得也非常近，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的就是身高方面，我觉得你就是身高太高了，对于我来说，还有就是年龄。我觉得就是你相对我来说就是稍微小了一些，所以这是我灭灯的原因。就是和刚才聊的话题没有关系，对不对？对，是。22号。男嘉宾您好，我是22号女生，我叫支文彤，来自广东广州。我灭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不能接受我的另一半微信里头还有就是前任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我的上一段就是这样子的，我的那个前任他有一个谈了差不多10年的一段感情，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已经把他当成家人来对待了，我就觉得我的内心其实挺难过的，所以我不想再说我的下一段还是会有这样的方式，我就会很难过。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前女友这事儿？我跟我的前女友就是我们。就只是一个普通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朋友。你当时没说完，他给你发了什么？你是怎么回的呢？他当时给我发了是这是你吗？我当时说就挺得意啊，这是我。哦，所以他刚才那一句说挺得意，不是得意前女友跟他发消息了，他是得意他上了飞城的舞台。对。你现在没有意识到表述的精准有多么重要？你刚才那一句有点得意。一个炸弹现场炸掉了1半的灯，延时一轮炸掉了剩下另一半的灯。我可不可以问一下11号为什么灭？11号为什么灭灯？其实我特别感觉不好意思，就感觉刚刚偷了他的秘方，然后还残忍的把灯给灭了。但是其实我也是误解了男嘉宾表述的意思。也就是对你前女友这件事情，就是产生了一定的误解，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心动女生是谁。哎呀，他1周1半的时间要吃螺蛳粉，对呀，你正好开螺蛳粉店，你说多节约呀？这本来，哎呦。最后好奇的问题是。今天这一期节目播出了之后，前女友看到了之后，会不会再联系你？你看，死在我这儿了吧？我倒是不是很关心你前女友看到这期节目她会怎么想，我关心的是你会怎么想。
就是你那一刻给我的感受是，原来你在跟他的关系当中，也许你自己觉得你不够好，所以呢就分手了。然后当你自己上了舞台的时候，又获得了他的关注，你会觉得，诶，你终于关注我了，是不是我变好了？所以我能看到原来的关系中呢，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自卑感。所以我是希望你一次来过以后，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能够从这个舞台当中收获更多一点的自信。对，我感觉我这一次应该更自信一点吧，因为我上一次我感觉，蛮不自信的。这个，就对，上一次比较拘谨，而这次我觉得他比原来放开很多，然后很会开玩笑，很幽默。我叫张辉，我又回来了。他在平顶山名气比你大 ，respect， 口是心非，说自己不好听。哎，他很会聊天。再见，谢谢飞哥。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谢谢。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这么帅，来2次都没有成功，好可惜。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飞哥好，两位老师好，台上的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张玉晨，来自辽宁沈阳，现在23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和我一起用拍照的方式记录美好瞬间。16号。大家好，我是16号女生杨舒涵，来自四川成都，从事的是服装电子商务。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你拍照技术好吗？我还可以，应该是不用修的高级片吧。其实有的时候女生这么一问，我其实很忐忑，我就在想，假如我20多岁去相亲，人家问我你拍照水平怎么样，我是不敢说的。所以怎么样判断自己的水平在那儿怎么样？加了女生之后，赶紧看一看她前面发的照片，你大概就可以判断一下你的拍照水平大概处于什么状态。一看哇，都这么厉害吗？你就不要吹牛了。所以这个是个很好的办法。明白了，飞哥。哎，您客气啊。11号，我想请男嘉宾方不方便实践一下，帮我拍一张照试试看你的水平呢？可以啊。你方便用您的手机吗？你用手机拍完，微信就有了。漂亮，飞哥很懂啊，飞哥。半身还是全身？可以。谢谢男嘉宾，我感觉他拍照技术还是可以的。好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压缩我在卫生间独处的时间。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你压缩我在卫生间独处的时间。压缩。于杰。男嘉宾你好，你在厕所的时间需要独处多久，才能被压缩呀？1小时左右。我觉得对我来说，卫生间可能就是我个人的私人空间嘛，就像一个小盒子一样，我在里面自由自在的。
就是怎么都可以。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呢，还是？我一个人住。一个人住。我是想，你一个人住，你为什么需要卫生间是你的空间？你整个家不都是你的？是的，单身哪儿都是你的。对呀。我家还有2个小宠物。哦，烦他们是吧？啊，对，是2个什么？2只猫咪。哦。13号。男嘉宾你好，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我爸爸就是和你一模一样啊，就特别喜欢在卫生间里面待着。就我妈每天最喜欢问他的一句话就是“你到底在卫生间里干什么？”然后他也回答不出来，所以我也很好奇，男嘉宾你在卫生间里面都做些什么？就是我，即便是我在马桶里坐，马桶上坐着，我都觉得比外边沙发舒服。7号。男嘉宾你好，我是7号女生胡雪飞，我来自北京，目前任职于北京的一家品牌顾问公司做市场总监。然后我想提问的是，如果说未来您和您的女朋友或者爱人住到一起，您的这种超长的在卫生间里待的时间，如果影响到2个人的这个生活分配，您会怎么去协调这个事情？在我感觉吧，就是正常来说我会妥协一点的，但是我也会尽个量去跟他说明白我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好的，谢谢。这事好办，买房双卫就解决了。啊，对。 2个人约好了一块儿进去，是吧？你出来了吗？我出来了。发微信聊出来了吗？出来了，没呢，还要会儿。哇，这。好，来看片子。我叫张玉晨，目前是一名汽车销售顾问。初入职场最重要的就是虚心学习，别挑活。因为顾客不会因为你长得帅而去买你的车，所以我觉得业务能力很重要。哎，小张，你又卖出了一辆车，恭喜啊！走，撸串。在东北必不可少的就是撸串和搓澡，天天去也不腻。每次进店，一个眼神，老板就知道我要吃什么。我在这家店呢吃到了钻石会员。串店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交场所，我习惯以第三视角去倾听，但我拒绝矫情。别一到晚上就矫情啊！我看你还是不累，闲的。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吃高兴了再去搓把澡。休息的时候，我会收拾收拾家里，家中必备各类清扫工具。3天一大搞，每天一小搞。朋友一般来到我家里，他们会先自己脱衣服，挂到门后，排队的洗手，然后才可以自由活动。我觉得男生爱干净，整利索点儿挺好的。说起来，我的家务能力还是我姐带出来的。小时候每次出门都是我姐帮我收拾东西，但现在我照顾她更多一些。她怀孕的时候，我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其实我觉得家里有2个小孩挺好的，可以互相照顾，同时我也更懂得在女孩的角度去想问题。凭借率真的性格，我已经做了4次伴郎。不过我更憧憬自己的爱情，期待早点遇见一起谋划未来的你。你们刚入职场的时候会拒绝领导派的某些工作和任务吗？你会吗？我根本不会啊，飞哥。就工作分内的事儿是必须完成的，就包括分外的事儿，取个快递啊，订个外卖啊，帮他们买个这买个那呀，都是应该的。因为毕竟人都比我早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一下他们，就虚心一点学习嘛。21号。男嘉宾您好，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就是真的是特别的听话，领导让安排我做什么我都去做，哪怕我不愿意，就是我也会去做。然后我从银行辞职之后，我不知道突然怎么搞的，就是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就是我开始学会就是去拒绝别人，就不是说什么事情我都接受这样子。一般来说是这样，刚入职场的时候呢，和你干了10几年，心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工作了10几年，领导交给你的事儿，你就会想，这是不是我分内的事？但是刚入职的人，尤其是找工作不容易，刚拿到新人，你不敢想这个的。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得掂量，有些事儿吧，你搞不定，它后果不严重，
如果交代你的事明显超出了你的能力，你没完成，后果很严重的时候，那你得想了。对对对。你有一个姐姐是吧？哦，对，我有个姐姐。差几岁啊？差5岁。你姐姐怀孕的时候，你忙前忙后？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父母都去工作嘛，然后我姐姐带我长大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特别的重要吧。在我小时候，在我不懂事儿的时候，我姐都会教育我啊，教会我这，教会我那的，什么都会替我想着。在我高考的时候，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家里爸爸妈妈就觉得就去工作嘛，然后我姐就是跟我爸我妈吵了3天。就说再次也得让我弟弟去上学，继续往下念下去。然后我也特别庆幸，就是我有这个姐姐在。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替她分担了，因为毕竟我长大了嘛。分享一下有兄弟姐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3号。对于男嘉宾刚才说的那个跟姐姐的关系很好，我很想说一点，因为我也是家里有2个孩子。有一次，因为一些事情吧，我的情绪特别的崩溃。然后那一次，我哥哥知道了我在家里面哭了1整夜，他立马跟我爸爸他们就是连夜开车，然后来到我的身边。我哥哥是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人，但是那一刻我哥哥跟我说：“妹妹，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 24号。就是大家好，我是胡新月，我在三亚做尾波冲浪，然后我也有一个妹妹，然后我妹妹呢比我小10岁，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说为什么我爸爸妈妈要再给我生一个妹妹？就是我妹妹小时候就比较闹嘛，爸爸妈妈工作忙，其实我有点就是把她从小带到大这种感觉。然后她长大了之后就懂事儿了，懂事儿了之后呢，就会经常就帮助我干家务，帮我晒衣服。然后现在我出来工作了，然后她也会在家里面就替我就多照顾一下我爸妈。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有2个孩子这样子是真的挺好的，在以后就是可以互相帮助。来看下一条片子。我曾幻想过第一段感情是什么样子的，没想到谈的第一个女生是那么的矫情。就说取快递吧，她明明自己下楼就能取，非要我陪着她。我俩的寝室隔着就远，一个大南边，一个大北边，隔着10万8千里。关键是吧，我还不敢不陪。她还会希望我每天在学校公园陪她手牵手遛弯，无论刮风下雨。但是她不理解。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也想跟自己的朋友去打打篮球。更夸张的是，他更希望远程参加我所有的行踪，任何事情都要不间断的给他发视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想方设法操控我的感觉，最后只能选择分手。后来我遇到了另一个女孩，她爱吃草莓，我就天天给她买，最后竟然把她吃吐了。哎呀，最近吃的太多了，下次别买了。其实我也没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啊，但是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要给他全部嘛。他喜欢网购，我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他清空购物车，而且还清空了好几次。天上的星星是摘不到了，但是只要我能办到的，我就都会去做。可是这段感情有好的开始，却没能好好的结束，因为分隔两地，感情渐渐就淡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提分手的时候，却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借口。我觉得有什么事应该直接表达出来，不要去拿一个借口搪塞我，让我造成困扰。现在的我想找一个合眼缘、不矫情的女孩，虽然我工作事业刚起步，但我也在不断的成长。你愿意跟我一起吗？15号。哎呀，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 VCR 说你不喜欢矫情的女生，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你前女友分手的。我是一个极度矫情的女生，极度矫情的女生。就比如说我前一任男朋友吧，我跟他在一起4年，然后我每天都会要求他跟我视频，至少1个小时以上。
我现在可能也有点改了，但是可能还是会跟以前有一点点的相似。想问一下，这样子你还能接受吗？我觉得矫情这件事儿，我确实在我之前是接受不了的，但是慢慢的我也会站在女孩的角度去想问题。你们俩的对话有点意思。台上的女嘉宾说：“我就是那么矫情的，但是呢，跟前男友分手之后呢，我也在尝试着改，但是能不能改完全改好，这我不一定，但是我在改，对吧？就你说的。”他这边是什么呢？原来我觉得这太矫情了，我也在改，我也在理解女生的想法。我觉得你们这样特别好。我觉得自己超级过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控制男朋友的时间是极度不好的。对，我现在改了，尽量。懂事儿，他改了，他改了。对。22号，男嘉宾您好，因为特别喜欢时尚，所以我现在是一名服装创业者。因为我之前的对象也会说我是有点矫情，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听你这方面，就是男生觉得女孩什么叫做矫情？在没必要的时候粘人。有话直说是对的，哎，稍微慢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假如啊，就是我在打游戏的时候，你就非要过来跟我，哎呀，陪我干啥？陪我干个什么呀？我说你等我打完不行吗？他说不行不行，然后就吵架。我说那你吵吧。你看看，我让你慢点说吧。我给你抛了个炸弹。12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其实生活中很多很小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有另一半的话，我都希望和他一起去做。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很多事情还是我一个人做的话，那我们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开始往回找了。你好好说啊！你现在想明白了吗？明白了。就是可能就是觉得女生怎么那么麻烦啊？太麻烦了，为什么要每天买？为什么呀？就是后来发现，女生适时的需要去买东西的，她得去包装自己。然后我慢慢的就接受了，慢慢就绝望了，再不理解找不到女朋友了。4号。你好，我叫于薇，来自湖南长沙，然后现在是一个平面设计师。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说，当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女生，那你会不会每天都想打电话给她，想要跟她一起说话，想跟她见面？要是我的话，我会啊，我都特别喜欢她了。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女生这样做就会很矫情，你难以接受呢？对呀、你喜欢人家就要天天打电话，人家想找你，你就想打游戏。我觉得男生来说，他可能事儿比较多吧。男的是他？对，男生肯定比女生要事儿多一些。哎，又得罪人了吧？你看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量化一下，男嘉宾，你可以讲讲看，你如果一天微信或者视频或者电话一个多长的时间，你是觉得适宜的、舒适的？我觉得每天发微信就是很正常的，打视频一次1个小时到2个小时可以接受的。那每天几次是你觉得也比较舒适？3次或者4次吧。1次1到2小时，一天3次。你早这么说，哪有那么多灯灭？我告诉你，很多女人也没那个力气打6个小时视频。来1号。男生你好，如果是姐弟恋的话，你能接受的这个范围是多大？范围不能比我大7、8岁吧。如果你的女朋友特别忙，然后一天之间就只能回你2句消息，他都开心死了。然后这个持续时间也很长，你会怎么做？可以接受啊，就是那种由衷的笑，一直在憋。
他在跟自己说冷静一点，冷静，正经，别很。不是，在憋。就你觉得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是吗？不是很好，还是需要陪伴吧，我觉得。哦。你会去主动黏他吗？如果他是比较忙，就是对你比较冷淡这种。啊，我会主动一些啊。哦，好的，谢谢。那这么看起来，这个男嘉宾还是比较适合稍微比他大一点的。他就适合找一个能够带着他成长的姐姐，但问题是要碰到那个愿意带着他的姐姐，就像1号这种，工作很忙，收入很高，成熟度也很高。其实我很粘人的。那个，我看你资料里写以前全是姐弟恋，但是他终于决定不要再姐弟恋了。对，是不是我想找比我大的。你看看这个姐姐没了。没有，他只是有那么个想法。最后再试一次行不行？你看这个姐姐，你觉得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最后一个问题，16号。啊，你好，男嘉宾，特别想问一下你，就你会不会就是跟女孩子撒娇？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晚上，你特别饿，你想吃海底捞，你会不会说，宝贝，我现在肚子好饿，可以跟你一起去吃海底捞吗？会啊，肯定会啊。我觉得这样会觉得让两个人的感情会更好一些。7盏灯，你可以啊。放平没点5盏灯回来。哇！哎，你看1号，他还是爱这个角色的。不要说我不喜欢姐弟，他就是喜欢。哎，你看说什么了？这成功了。有请1号、10号。来看心动女生是哪一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看心动女生是哪一位？2号。哦。来看一下自推是张玉成的自推女生已经在台上了。哦。2号王雅。我愿意发疯着等待雨的一杯，因为我们是那天早地舍的。男生儒雅绅士，精致得体，性格阳光开朗，善于社交，喜爱运动，非常自律，感情上有绅士风度，愿意为爱人为家庭付出。女生性格活泼开朗，善良有爱，冰雪聪明，对待感情认真热情，非常照顾另一半的感受。两个人都是感性浪漫的人，能够在一起共同营造精致有品味而且浪漫的生活，供两位参考。我刚才翻了一下资料，这3个女生好像是前任全是弟弟啊。3女人前任全是弟弟，全部都有姐弟恋的经验。女生的基本资料你看一下。陈佳敏1，希望你2，工作时的我3，近期外卖订单选一个。2，看条短片。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佳敏，我是一家全国连锁剧本杀的店长，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工作时候的我是什么样的。我喜欢剧本杀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体验其他人的人生，特别有意义。平常我特别喜欢穿一些古装的衣服，
因为我觉得穿那些衣服的时候特别好看，然后玩剧本杀呢就可以换各种各样的服装。因为把剧本杀从热爱变成了工作，所以我得到了一群特别可爱的小伙伴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和我志同道合，一起去玩剧本杀的男朋友。爱心怡1，汉服控2，付出回报3，热爱文字2。工作负责，能力出众，业务能力精干，深受客户信任，收入会每年翻倍上涨。哇，每年翻倍，从数学上看，在10年之后你就不得了了。我也这样觉得。王雅1，生活仪式感2，放假干什么3，绝对不接受。1，生活仪式感。喜欢装饰屋子，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风格的家居软装。喜欢在家插花，会在睡觉前点上香薰蜡烛。一个人也要有满满的生活仪式感。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就是当你们生活中遇到压力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去解压？她反正是洗澡。对。来，我遇到压力的时候喜欢听音乐，因为我觉得听音乐的时候比较放松，会让我慢慢去思考。我其实也是遇到这种问题，遇到压力的时候是一定要跟自己的好朋友去倾诉的。就是我也不是需要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是要讲出来，我就开心了。我是这样的，我的性格是，如果遇到很有压力，就是会有很多负能量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向我的朋友去说出来。对我来说，说特别重要。如果我说不出来的话，我会写，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去表达我的内心的这种情感。对。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要选择2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2号。来，另外2个女生请回。来，最后一点时间。因为昨天我看了一期，说你喜欢化妆是吗？然后我可以当你的模特，因为我可以让你在我脸上怎么画都可以。然后我也可以为了你去学啊，口红色号啊，什么粉底好啊，什么高光好啊，我都可以做到。然后就是自推嘛，咱俩还是挺匹配的。所以我就想坚持一下。如果可以，真想天天见你，真想天天念你，真想天天在一起。我想问男嘉宾2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对我们2个人谈恋爱后面1年左右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我首先是把我自己工作弄稳定了，然后其次再想方设法的，怎么说呢，就是达到你的理想的标准的男朋友的样子。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如果说2个人已经结婚了，婚后你再打一场非常重要的排位赛，然后这个时候你闻到房间里一股臭味儿，就是你家宝宝拉到尿不湿里面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这件事儿我会首先立马过去，我会放下游戏的，因为我知道什么叫轻，什么叫重。所以，不好意思，男嘉宾，很遗憾。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因为我之前了解过他，我也看过好几期节目，但是我可能是表达的不是特别好吧，然后就失败。他问我那个就是第2条嘛，我可能觉得我说的不够具体。我首先，假如我在跟孩子在家独处的时候，我不会打游戏啊，
我会陪她玩啊，可能是我想的不够周到而已。总的来说，就是因为女孩她可能就是缺乏安全感吧，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人去照顾她吧。她可能黏你点儿，这我都是现在都可以理解。这个有点没想到，就是我没想到他坚持心动。我们刚才跟黄老师聊的时候还说，我说估计会坚持搏一把，是因为他当时听到，智推也是那一位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明显的笑了一下，就那个感觉就是就是得到了某种外在的肯定，我有一股坚持的力量。王雅问的2个问题吧，就恰恰就是反映了王雅她正好在这个过程中在考虑的问题。就在碰到一个弟弟，就要问他1年以后你对我们2个有什么规划，然后孩子尿了拉了你该怎么办，他可能都没有考虑过。他自己还是个宝宝呢。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我们1年以后感情稳定的基础下，那其实我是觉得应该大家可以见见双方父母，见了双方父母，那我们2个人是异地，这个异地的问题怎么解决？然后以后我们要生孩子的话，肯定要买房子。那房子买在哪里？包括装修里外很多事情，都是其实在谈恋爱详细的在规划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非常能够理解你提这些问题。我这所有的女人最后要面临婚姻，都会考虑到。但是我只是建议你刚才提问的方式和2个人的关系在这个阶段，这样的问不是特别的恰当，在于什么啊？2个人关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考虑买房、生孩子，这些问题应该是2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稳定之后具体谋划的事情。还有，我们想要的答案、想要的那个结果和我们提问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你问他，你在打游戏，孩子哭了该怎么办？你的这种问题问任何男人，他都会给出正确答案，但是对你做出最后的判断其实是没有参考依据的。想清楚你们最想要的什么答案，学会提问很重要。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飞哥好，2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晚上好。大家好，我叫方楚邦，来自广东东莞，今年2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每周可以陪我爬1次山。爬什么样的山？有没有要求的？没有，我平时喜欢爬那种有挑战一点的山。就例如我之前我是一直在广州的时候，然后我爬的都是白云山，它会相对高一点，有挑战一点。然后白云山有很高吗？白云山其实一般来说爬起来可能爬1个多小时，差不多2个小时。来，于姐。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每周都爬一座山，还是每周换着不同的山爬呀？我一般是爬同一座山。哦。就是我这个人比较专一嘛。这个你也不要乱说，比较专一，你就住那，那个山也没法老换，对不对？22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爬山的时候跟不上你的脚步，就是我可能会比你慢很多的话，那你这时候会怎么做？你会不开心吗？还是会耐心的在前面等我？没关系啊，我会根据你的状态去调整我的那个步伐和节奏。然后如果说实在爬不下去，我们也可以回去做别的事情，也可以。谢谢。9号。男嘉宾你好，那你除了会喜欢爬山的话，还会喜欢其他的户外运动吗？比如说一些跑步啊之类的。我以前是经常打篮球，然后后面因为受的伤比较多吧，之后就调整一些稍微对抗性没这么大的运动。你的第2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用1个字回复我的消息。朱瑞，那如果像回复这种好这种是可以吗？对啊，我觉得用叠词的话就感觉挺有亲和力的。哎，吃饭这个就听上去好一点。贾倩，男嘉宾你好，那你不希望用1个字回复你的消息，那如果是用一个表情包可以吗？可以啊，也没问题啊，也很有意思。10号，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回消息的一个万能妙招。比如说你想说对是，然后你后边加一个呢，就对呢，好呢，是呢，就会觉得这个话特别亲切。是，好，记住了啊。是呢，好呢。是呢，马上就学。看片子。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请好好爱护它。我是方楚邦，今年25岁，从国外留学回来就一直从事环保工作。起初我是负责监管和检测城市的工业环保，调查过臭水沟，去山里搜寻过废气废水排放口，和同事蹲守偷排工厂到凌晨4、5点也是常事。后来为了更深度的参与环保，我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环保公司，专门协助工厂做好环保工程。其实环保这件事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你平常几秒钟就可购买到的快时尚衣服，目前已成为全球第2大污染，因为地球降解它居然需要200年。所以姑娘们戒掉衣橱里总缺一件衣服的想法吧。另外，要养成出门随身携带购物袋、保温杯、吸管的习惯，这样可以减少超级垃圾、塑料垃圾的诞生。爱唱歌的男生运气都不会差。一次凌晨，我路过隧道，随便哼唱了几句，隧道的混响效果加上我的灵魂唱腔，顿时感觉自己在隧道里开演唱会。深蓝或枯萎，经过几个圆圈。好东西就要和网友分享。我把自己在隧道里唱歌的视频发到网上，可收到的评论是这样的：行，你别唱了，我关注你还不行吗？忘词了。其实我完全不在意，听不听是你的选择，但唱不唱是我的自由。很多人夸我热情，留学期间我就喜欢去社区和养老院做义工，大学里还特地选修了社会服务课程。我享受这种帮助别人的快乐。在某件事上，我有点热心过头。那就是帮助哥们脱单。生活中但凡遇到适合哥们的女孩，我会主动约他们出来撮合他们。日子久了，我连一个哥们都约不出来了，他们都和我介绍的女孩成双成对去了。最后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希望今天在这里，我也可以成双成对。有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他刚刚说有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来了，来24号。男嘉宾你好，我叫胡新月，然后我是从大学一毕业就接触潜水，我之前也参加那个全国潜水小姐大赛，然后也去一起做义工，去那个大梅沙里面捡垃圾。所以就是对海洋环保这个事业来说，我也是非常的关注，然后自己也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在朋友圈转发和宣传，然后自己平时去购物的时候也会带那种环保袋。我希望就是哪怕我们没有最后成为恋人，我们以后也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你以前工作就管那个什么废气废水的排放，这个超标排放。这个对，差不多。因为像我们之前其实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很辛苦。他们那些工厂，他们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违法的，所以他们都是趁你夜深人静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去排这个废水废气。那我们有时候也要蹲点去抓他们那个行为。然后我们还需要去山里面啊，去臭水沟啊，去检测、去勘探他们有没有私藏暗管这种行为。所以以后就爱上了爬山啊，这也有一定的原因。职业技能。
他说的这一件事儿啊，我其实非常熟悉。我以前做新闻主播做了9年多。他说的那个偷偷排放，只要发现，就会有人打电话来举报。一个是向环保部门举报，有的时候向新闻媒体举报。哎，现在也有这种举报电话？有，可以打12369，或者在那个微信的官方公众号上面也可以进行一个举报。这样子不仅是对你自己生活的质量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环境，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包括你们孩子、家人也是一个保障。把那个号码再说一遍：12369。22号。男嘉宾您好，现在是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因为我的职业是一个服装创业者，然后你的工作需求可能说是让更多的女生衣橱里减少一件衣服，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呢，我只能说让女生的衣橱里永远多一件衣服。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你怎么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矛盾点呢？其实环保有很多种方式，虽然说因为你工作性质，你导致你不能够去减少你的使用量，但是你可以做到的就是怎么去废物利用，你可以自己去改装都有可能。挺好的，因为我们每年也是在做这个旧物回收，所以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学习一下这一方面的经验。而且越是时尚行业、快消品牌是碳排放的大户，越是可以发力去攻克的一个堡垒，空间更大，非常大。因为刚才有提到说要多一件衣服，你说少一件衣服，不是你的要求不是女生的衣橱少一件衣服，你是要她们少一件不环保的衣服。所以如果说材料科学能够发力，可再生资源的运用，这就是接下来时尚行业和这个时尚设计师们下10到20年的重要的竞技赛道。所以越是觉得有交集的地方，恰恰是巨大的蓝海。但是要换一个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哎，你唱歌觉得怎么样？觉得？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唱的就那样吧，因为毕竟跟很多专业歌手比，是一定是有距离的。哦，先不要跟专业歌手比，对，你先对。要不这样，我们也不，你先唱一个，我们再听一听，好不好？那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来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谢谢。哇，好的，我们还是谈谈环保的事情吧。声音很好，而且很自由唱的啊，非常。他的意思是每一句都不在调上。不是。11号。男嘉宾，我是声乐专业的，我可以跟你 PK 一下吗？哎，好的，来，厉害。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过一辈子，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最后的结果。改编了一下，厉害。我跟你说，前面2个8拍，我手心都出汗。我觉得马佳也听了一会儿。这个还是有点紧张，在台上嘛，对不对？这样，过一阵儿有男生来唱歌，我再找你啊，我会给你再有一个机会证明你自己。好的。刘慧。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平常空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休闲爱好？我平时喜欢打球，然后玩一下狼人杀、剧本杀，包括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或者打下游戏也有。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我喜欢有感觉的女生。
谁喜欢有感觉的女生？这就不像好好聊天了，对吧？你喜欢什么女生？我喜欢我的女生。你对哪些女生会有感觉呢？就是会比较成熟懂事一点，然后知性大方。哎，你还特别爱给人介绍对象？对，我经常干这种事情，然后介绍完之后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自己和自己玩，因为朋友他们都跟对象约会去了。那你介绍成功率高吗？其实还可以吧，所以你有匹配直觉，就是某种性格的男生、某种性格的女生会很投缘，对不对？对对。看下一张。我是来谈恋爱的，不是来听你讲道理的。道理男孩和倔强女孩。初恋是我的高中同学。高3毕业那年，我们产生了好感。很快我就去留学，和他开始了异国恋。他爱好广泛，在学校里参加了各种社团，经常为了社团熬夜到凌晨2、3点。我们的矛盾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能不能别搞那些社团了？你懂什么？我就是喜欢社团生活。经常熬夜伤身体，还耽误学习。别说了，真烦人。后来我多次劝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不仅不听，还越来越倔强。最后我们就不欢而散了。你干嘛要骗我？没有欺骗，爱情底线。第二个女朋友也是高中时就认识了，偶然一次机会，可以坐下吗？我们再次相遇。最近这几年都在干嘛呢？想你啊。他说4年都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只想着我还挺感动的。他还给我展示了这几年记的日记，里面的内容都是关于我的。可没想到一次和表弟的通话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跟兔兔在一块了。他不是一直在跟凯谈恋爱吗？分吗？我多次旁敲侧击地问他，像我的这4年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啊。他始终不承认。于是我就跟他提出了分手，因为恋爱中欺骗这种事，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觉得我们在一起合适吗？不合适，一开始就不合适，注定会分手。我的第3任女友是大我5岁的姐姐，她是个能力出众的女强人，在深圳开了2家公司。我之所以和她交流比较多，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有一天，她发微信问我，你觉得我们在一起合适吗？听完这个问题，我给她回了3条59秒的语音，说明了我们不合适的原因，但她却回了一条消息说，那我们在一起吧。我当时没多想，就觉得这么优秀的女生跟我表白，我不接受是不是傻？但是后来她经常满世界飞，我们聚少离多，相处了1年，我们仅见过1次面，彼此不合适的地方也越来越明显。很快我们就分开了。我理想中的女生要落落大方，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在自己的工作领域能够发光发热。我向往漠河舞厅里的那段爱情，希望在这里我能遇到一个爱我一辈子的女人，能够得到一段从一而终的爱情。张文超。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 VCR 里说希望找一个女生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如果这时候我未来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要向你诉说的话，你会怎么办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张文超。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 VCR 里说希望找一个女生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如果这时候我未来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要向你诉说的话，你会怎么办呢？首先，我觉得作为情侣的话，去帮另一半分担他的一些不好的负面情绪是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责任，是一个义务。但我只是希望就是说，适当的、适量的是可以。如果总是每天都这样子的话，那肯定会有点难受。10号。男嘉宾你好，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她男朋友跟她呢就是说教式的爱情。然后，比如说她做每一件事儿，她男朋友都觉得另外一个方法是更好的，或者觉得她做的是不对的。
我的闺蜜，然后后边就越来越不自信和不开心。所以我想问一下，就像您之前的那种说教式的爱情，然后您现在还是改变了，还是保持依旧的态度？其实通过那一段感情，我反思了很多，因为那时候是初恋嘛，年纪也比较小，也不懂事，然后导致矛盾越来越多，吵架越来越多。那我现在反省之后，就是希望自己要更多的换位思考，去替对方去着想，这样子还可以让整个爱情变得更加健康。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14号。男嘉宾你好，我是14号女生赵瑞希啊。我看到您谈的前2段恋爱都是女生一直在追求你，是不是因为就是不好拒绝，然后就同意了？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更多的会考虑的是，就是跟着自己心走。因为可能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以朋友关系相处嘛，然后同学关系相处，就没有去想那些方面。到后面接触多了，时间长了，慢慢感情有了，那自然而然就顺水成舟就在一起了。我觉得这里边有2个问题，一个叫你喜欢不喜欢，一个叫合适不合适。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她学历比我高很多，这个就有点不合适。比如说一方年龄差距很大，这个年龄有点不合适，但是我喜欢，那很喜欢和合适不合适之间，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和判断。1号，我很想听你说。关于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我们建立亲密关系虽然很困难，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哪怕遇到不合适的地方，遇到困难，但是我们愿意去解决。对。先听从内心的声音，叫喜欢不喜欢，再想办法。如果真的喜欢的时候，去克服那个所谓的不合适，需要双方付出努力。来，现在是11盏灯。上去灭掉9盏灯回来。哇哦！哇！有请16号、24号。心动女生是哪一位？看大屏。哇！你看一下方楚邦的直推女生10号陈佳敏。男生温柔谦逊，阳光有活力，事业心强，积极上进，喜欢有彼此陪伴，享受简单的小幸福。而女生呢，漂亮、优秀、有品味，对待新鲜事物有很强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男生欣赏女生对事物充满好奇心，而女生喜欢男生的温柔体贴以及身上的阳光活力感。看4个女生基本资料：胡星月1，爱情教主2，拍照狂魔3，运动达人。你选一个。运动达人3，超爱户外运动，潜水、冲浪、滑雪、美人鱼、自由潜，通通掌握。未来还想解锁更多技能。美人鱼是穿着一个鱼尾巴的裙子，然后腿不能分开，就是她穿着裙子摆动，然后就摆动然后手是可以移动的啊。哇，核心力量很强，非常漂亮啊。
赵瑞欣一兴趣广泛，二三不接受，三我的小快乐。三短片。Hello， 大家好，我叫赵瑞欣，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兴趣爱好。我超级喜欢玩剧本杀，平时工作不忙，总会来读一段故事，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没错，我是一个很感性的女孩子。我认为生活不应该只有一种方式，电视剧里都有讲过，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我希望另一半也可以是一个温暖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个平凡而又不平淡的一天。陈佳敏，希望你工作时的我近期外卖订单。外卖订单。看起来口味蛮重的。对，我比较喜欢吃辣的，对，就是无辣不欢。哦，下一个，杨舒涵，理想的另一半，爱情保鲜剂，我的爱好。爱好。三，我是夹娃娃的重度爱好者，会去研究抓取的技巧，很喜欢抓娃娃掉落的感觉，也享受抓的过程。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以后我想出国深造，那在我们感情很稳定的这个基础下，你们会怎么办？找出国几年啊？出国2年。来，24号。那你介意异地恋吗？我不介意。好的。说实话，其实我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如果是我们2个牵手的话，我在沈阳，你在广东，然后跟在中国和国外也没有什么区别。那还是有区别的，万一不在一个时区呢？那就有白天不懂夜的黑的问题了。对呀。没有，我很喜欢熬夜的。哦。好，来。我很想问一下，就是您如果在国外的话，那如果有时差问题，您会去调整这个时差去陪女朋友，还是女朋友调整时差来陪你？我会去调整，当然如果女生也愿意的话，那就更好了。如果你愿意调整时差的话，我觉得其实异地恋也没什么，就是也是一种甜蜜的思念。然后我觉得呢，就是我不介意，就是对方去出国深造。如果说他对于自己的那个学历有新的更高的追求的话，我是认可的。最后一点时间给24号。虽然你不介意异地恋，但我挺介意异地恋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没有办法去表露2个人的真实情感，真的是需要陪伴，还有面对面的去感受。所以我可能，对。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坚持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想清楚，你的决定是。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坚持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想清楚，你的决定是。你的决定是。我想坚持直推女生。10号吗？
来，另外3位女生请回。来，你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首先从刚刚黄老师分析他的性格，然后后面所讲到那些点，确实有让我找到就是我那种理想女生的那种感觉，就有符合那种性格特征。他前面跟我聊天的时候所问的问题，我觉得确实也挺打动到。如果你愿意调整时差的话，我觉得其实异地恋也没什么，就是也是一种甜蜜的思念。那我就想坚持一下。男嘉宾你好，就是从你刚刚出来，然后包括你的形象，然后以及你一直为环保去做的事情，我非常感动，也很感谢你做出的这些贡献。但是从前面一开始你在讲说教式的爱情，以及包括你刚刚去讲你要出国异地恋，其实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忙，我需要一个能够陪伴我、支持我的事业，然后懂我的男生。如果我的男朋友一直在国外，不能在我身边，我会觉得非常遗憾，很抱歉，谢谢你。谢谢。很遗憾。可惜不是你谢谢飞哥。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谢谢大家，再见。感觉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付尽付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